好，戰雲現在壓到了中東國家，今天要特別關心到的是伊朗，因為美國跟以色列已經要對伊朗開戰倒數了嗎？空襲名單現在也出來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朗有沒有誰來撐腰呢？現在根據了解，中俄的武器都會有辦法來撐腰伊朗，那中東是否引爆這種全面的戰爭？今天會一起的來做解讀。好。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川普呢活捉委內瑞拉的總統之後，馬杜羅之後，下一個目標現在直接被點名的就是伊朗，而且呢，根據厲將軍的說法，最快可能下周就有可能動手。現在在伊朗這邊可以說是戰情密布，包括了美國跟以色列已經全面啟動了所謂的戰前的部署了，從各種武器的跡象，我們都可以看到好像要打仗起來了，包括了軍備、士兵跟航艦、空中力量，現在都往伊朗這邊走。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最新喊話，他說：“我已經準備好了，隨時我們就會對伊朗來動手。” X 平台上面的這個博主，他也特別引述了多家伊朗跟阿拉伯媒體來同步做了一個警告。他說，美國跟以色列正在準備新一波這種要做的針對伊朗的癱瘓式的空襲，目標就是要癱瘓伊朗的整體的防空系統跟它的導彈的基地。好，確實現在呢也有民眾目擊到說，當時啊活捉這個馬杜羅的三角洲部隊竟然在伊拉克境內，有民眾看到是現身在街頭。好，這是根據媒體的報道。另外一方面，其實呢，在過去幾天而已，短短數小時之內，也被發現了數十架美軍空中加油機跟它的重型運輸機，從美國的本土，甚至是從英國的基地，正在密集的升空往中東的方向前進。也有伊朗的民眾回報說，好像看到了美軍的 P-8A 海上偵察機進入到伊朗的荷姆茲海峽巡弋。好，厲將軍特別幫我們指出了呢，現在伊朗正在積極的補充它的導彈，還有增加導彈的技術等等。那麼納坦雅胡其實他現在非常的緊張，因為以色列沒有什麼國土的縱深，尤其是跟這個委內瑞拉相比，它是靠海的。那我們可以知道，伊朗呢它是內陸國家，一旦呢遭到了導彈的攻擊，沒有什麼可能會遭受很有可能遭受滅國之災。好，我們特別請教厲將軍怎麼看？下一步真的會是伊朗嗎？那美以現在的軍事部署是威嚇，還是準備進入開戰倒數？首先我說明一下，我研判美國跟以色列下一波來講，就不只是癱瘓式的空襲，而是會地面部隊直接入侵哈。到底會有多大的地面部隊？可能不至於說是全面的這種開戰，但是會用這個所謂像馬杜羅方式的這種特種部隊直接進去哦，遂行斬首作戰的可能性是很高哈。第一個，我們來看到去年6月12號、6月13號到20號。這12天，伊朗跟以色列的互相空襲之中，以色列用的是戰機，那伊朗用的是導彈。那伊朗初期的時候，它所發射的導彈，以色列大部分可以攔下來，將近90%。但到了戰爭後半期來講的話，我們看到以色列當然它自己對空導彈的數量慢慢數量有減少。第二個，它這個伊朗也尋找到所謂突破這個以色列防空火網的這種訣竅，所以它命中率就漸漸提高了。它突破的防穿率後來甚至有到50%以上這麼高的突破，這個以色列的防空攔截率。我們看到它後續命中的，包括內塔尼亞胡的這種宿舍被打到了哈，以色列的國防部相關的重要情報設施，甚至於港口、機場都被命中。那反觀的以色列，因為它的攔截的導彈數量慢慢的減少，被消耗光之後，它的防空性能就減低了。所以這時候，如果說是伊朗在這段時間，它繼續這個補充它的導彈彈藥庫的數量，然後也繼續提升它的導彈性能，提升它作戰的技巧，那很可能下一波，如果說萬一開戰來講的話，以色列還能不能夠像6月份那次能夠攔得住這導彈，可能就很大的一個疑問。因為很明顯，從這一波的攻擊裡面，我們發現戰爭形態已經改變了，而且是對以色列不利的改變。以色列在這邊以往之所以能夠稱霸歐洲，靠的是它強大的制空能力，還有它地面的戰車部隊。但是這次我們看到，純粹如果說就導彈攻擊來講的話，跟以往的戰爭形態有很大的改變。好，這是第一個。那目前得到的訊息是，伊朗不斷的在加強它的導彈庫的一個擴充跟這個建設。好，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來講，我們從上次的戰爭檢討，我們發現以色列最後他功虧一簣，美軍也功虧一簣。
沒有能夠徹底的將伊朗的核設施炸毀。主要是為什麼原因呢？我認為就是因為它只靠空中制空的作戰能力，而它沒有地面部隊的能力哈。我們看到美軍不管是 B-2 轟炸機丟的專機彈，或以色列，雖然你就算整個癱瘓了伊朗的所有空中，可是因為你沒有地面部隊進去，所以造成你功虧一簣。但是我們看到這次，我們看到大家看一下，現在美軍這個到這個歐洲去的是 C-5運輸機跟 C-17重型運輸機。但是運輸機裡面裝的是什麼呢？我認為裝的是所謂的這種黑鷹直升機或者是阿帕奇這一類的攻擊直升機哈。所以這很明顯，如果裝載這種直升機，就是對地攻擊的武器。第二個還有一架飛機哈，這個特別引起我注意的就是 AC-13它是 C-13是運輸機，可是為什麼加個 A 呢 ？A 是攻擊的意思 ，attack 哈。它在這種 C-13運輸機上面裝了1洞5的這種榴彈炮，可以從空中對地面發射火炮，那火力是很猛烈的。那這種飛機這些飛機有一個共同的作戰的任務，就是所謂的密接支援对地作戰。那密接誰呢？可能就是三角洲部隊哈。這個對三角洲部隊，我一個特種部隊進去以後，我在空中對你可以實施火力的直接支援，不管用直升機或者空中炮艇對你實施火力支援。所以我認為，從這個研判，美軍三角洲部队進去，用這些對地支援作戰的，這個戰鬥機，到了這個歐洲地區，極可能會在短時間之內，美軍這次會採取這個除了說空中作戰之外，它很可能會採取對地的攻擊。那目標很可能就指向他們的精神領袖哈梅尼亞。那哈梅尼亞目前好像也策劃了他所謂的 B 計劃，準備要逃亡到莫斯科。我覺得整體看起來是這種感覺。好，確實哦，現在確實，我們請導播放到下一張 CG。哈米尼現在確實根據了解是有這種逃亡的計劃。那其實背後就是因為有俄羅斯的協助之外，其實呢也有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幫忙。我們來看到，不管是俄羅斯或者是中國大陸，現在為止，除了刚刚酈將軍幫我們提到的伊朗補進了非常多的導彈，增強自己的導彈之外，其實中俄也非常的給力哦，給了許多的武器。等一下一起來看。那其實伊朗現在內部也有許多自己的危機，包括它的這個抗議早就已經延燒了快要2個星期了。那現在當地呢1半以上的省份，50多座城市都不斷的爆發示威哦，鎮壓升級已經造成36人死亡。剛剛特別提到，從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又給了伊朗哪一些支援呢？首先看到的是中國大陸的部分，給他的是數千噸的軍用固體的火箭燃料，還有飛彈零組件、長程的這一種防空飛彈系統，甚至呢傳出這一些都是傳出的。下定了100架的殲10C，疑似還有紅旗9B跟殲20等等。那麼德黑蘭的街頭更是拍到了大陸制的反無人機雷射系統神農系統，真的是這樣子嗎？來看到俄羅斯了，2天之內2天之內5架俄羅斯的運輸機降落在德黑蘭，傳出這當中還包含了這一款浩劫攻擊直升機，甚至也有消息指出，確實哈米尼是不是已經在俄羅斯的幫忙協助之下，接下來會啟動逃亡的這個 B 計劃呢？必要時就會到俄羅斯去避險。所以接下來要特別請教賴老師怎麼看了？中俄武器真的要來幫忙了嗎？能夠打下以色列跟來自於美國的攻擊嗎？甚至有可能反擊嗎？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這個情勢是有點混亂啊，有很多訊息都是謠言啊。很難去證實它是真的還是假的啊。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前段時間以色列跟美國對於伊朗的攻擊，那是卯足全力來打的打了結果怎麼樣？因為地面部隊是不能夠介入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伊朗本身它是100多萬平方公里啊，它的國土面積是164萬8千多平方公里，很大啊，它的人口數很多，8000多萬人口啊，再加上伊朗的國土跟一般的國家不太一樣，它是一個中切的啊，所以美國在過去好幾屆的政府都試圖想要去攻打伊朗，沒有一個政府敢下這個決心。最主要就是因為它的地面部隊投進去的話，全部會被捲入這樣的一個中切的一個領土裡面，基本上它跑不出來啊，而且也作戰沒辦法打進去。而且基本上因為人口數太多，遜尼派的凝聚力很強啊，80%以上都是遜尼派的，不是什葉派的，80%以上都是什葉派的。
這些人，他們的凝聚力很強。所以我們可以確定的一件事就是，美國曾經嘗試企圖，但是最終不敢用地面部隊去打。美國曾經想說，我先把阿富汗打下來，再把伊拉克打下來，那這樣的話，我就東西夾擊這個伊朗，我就有一個出動地面部隊的支撐點。我先用火力在阿富汗跟伊拉克對於伊朗實施這個密集性的周波性的飽和性的攻擊以後，我再把地面部隊打進去。但是我們看到的結果是怎麼樣？結果是沒有辦法如願。第一個就是他在阿富汗建立不了根據地，因為在阿富汗他佔領了以後，本身就受到塔利班游擊部隊式的襲擾。第二個，他佔領了伊拉克以後我們看到伊拉克跟伊朗都是屬於什葉派的人。伊拉克很快的就改善了跟伊朗的關係，伊朗的民兵組織就進入了伊拉克，所以美軍在伊拉克本身內卻面臨了伊斯蘭國，也就是遜尼派的對於他的反撲，所以美軍捲入在伊拉克的一個作戰，所以他兩個基地都沒辦法使用。那最後一個就是巴基斯坦了，巴基斯坦跟中國是鐵桿的兄弟，美國也不可能使用巴基斯坦的基地來對於伊朗實施攻擊。你想想看，對伊朗來講，他根本沒有任何切入點，他找不到任何切入點，所以他的地面部隊根本就不敢派進去。這是在過去幾十年以來，美國的政府從來做不到的事，也不敢做。那唯一能夠用導彈來攻擊，可是導彈的攻擊，中程的導彈是昂貴的。以色列如何來炸這個伊朗呢？所以我們看到他最終後來是派空軍轟炸機進去，美國也是派轟炸機進去，因為這個中遠程的導彈是貴，而且產生效果不大，要派轟炸機。現在的情況就是，中國大陸協助伊朗所建立起來的這個紅旗9的一個導彈，那就要看伊朗本身的這些軍官、士官、士兵們對紅旗9的使用的熟練度。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套進去。伊朗的國土面積這麼大，多少套進去是一個重點。還有就是有關於這個殲10C的一個採購，你採購了到飛行員的訓練形成戰鬥力，這還早，所以它能產生的功能效果，我們不能夠把它列入計算。有關於殲20，那是別想，中國大陸殲20是不外銷的，所以這絕對是謠言，這不可能的事情。那打下無人機的雷達系統，這個比較容易。所以我個人覺得，以色列跟美國來講，放話的成分極多，但是搞內部顛覆的可能性是最高。這也就是為什麼突然間伊朗內部爆發出一半的省份都有因為通貨膨脹而爆發的矛盾跟衝突，這個倒是美國 CIA 的專長。委員又怎麼看？那哈米尼現在是很危險了嗎？另外一方面就是美以，然後中俄伊這樣，委員又怎麼看？美國以色列的戰略目標不叫打伊朗，他打2樣東西：一，伊朗的教師政權；二，伊朗的核設施。對於這2個性質，跟委內瑞拉那個性質又不太一樣。目前的伊朗的教師政權已經開始動搖了，所以這個要他更動搖了更厲害，他當然會用武力來施壓嘛。武力來施壓的話，哈米尼當然要藏好一點嘛，因為教師政權的5大家族，說不定就是成為被鏟除的對象。因為包括三角洲部隊啦，包括以色列的精準炸彈啦，然後要把伊朗的教師政權當作真主黨那麼容易鏟除，也實在是不太容易啊。但是話又說來，又很容易，為什麼？這些人真的沒地方逃。你說哈米尼可以逃到俄羅斯，俄羅斯不可能所有人都收嘛，5大家族都收也不太可能哈。那現在這個伊朗的教師政權，的確已經到了伊朗人民天怒人怨啊，這個貪污啦、腐敗啦、壟斷商業啦、收賄啊、賣官啊，無所不用其極。你只要想想比清朝末年更可怕的軍人都出現了。他這美國就是要利用這個時機利用這個時機，那所以才會放話說，你如果開槍打示威者，然後我就 K 你啊。所以現在他是在執行如何進一步動搖教師政權的一個方法，因為
伊朗是向來都有世俗政權的傳統，伊朗的歷史上很少教士政權，這是科梅尼搞出來的，然後教士又不善於經營國家，不善於治理國家，而且像貪污腐敗，所以就給了以色列跟美國可乘之機呀，抗議一定會持續下去，因為老百姓日子不好過嘛。那再加上美國的煽動，對不對？那當然會花越搞越多。那第二個就是核武器也會被炸掉啊，大概就是2樣而已哈。那如果不是跟這2樣，大部分地方是沒有關係，因為它重點不是伊朗的石油嘛，不是。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